OK，大家好，欢迎又回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 Jimmy。OK 今天 OK 我拿到了一个，我还蛮期待的一个新的产品。OK，这个新产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好了，我直接讲，就是反正来自日本的 Seiko。OK，那它是 OK 店家包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安全，you know safety first. Okay, so we got a Seiko box. OK， 然后店家给了我这个保固卡跟说明书。Anyway， 我们从来就不需要看这个东西，对吧？放旁边。OK，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我其实看了一眼，even 在官方网站他们的照片产品照片真的是拍的超烂，但是我一看就一见钟情的表。OK， 它是来自 Seiko 的 SSB 479。老实讲，我会买这只表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我喜欢的那个 vintage vibe 的那种复古味道，就是60年代的那种赛车文化里面的那个味道。那个时候不管是 Heuer 或者是Hamilton，maybe Rolex、Speedmaster、Omega， 基本上大概都是长这个调调。那它虽然不是复制品，但是它把那个60、70年代的味道做得非常的到位。我觉得，假如我戴上手，就很像回到那个自由奔放、赛车轰隆隆作响的引擎声的那个年代。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Seiko 的 box，let's open this。今天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unboxing 啊。OK， 我把这个盒子丢旁边。OK， 这个是标准的双开盒，有一个手表布。OK， 我们看到了，我们来看近一点点。OK， 表枕，我们把它拆下来吧，盒子拿开。我们终于拆完了这个手表。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每次 Seiko 你们都要把这个胶膜弄得这么的难拆。你们知道我刚刚这样子停机拆这个胶膜大概拆了10分钟吗 ？What？ 要是我刚刚用录音的话，大概我会被你们骂死，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来拆这个 tag。OK， 通常我都会把这些东西都留着，当然胶膜是不会 ，tag 我会留着。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是压铸成型的这个表扣，然后我觉得一条以1万多的这个 Seiko 来讲，算是表现还不错的表带，但是我还是没有很喜欢，所以我会把它换掉，我一定会把它换。OK， 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表。箱型的宝石，重点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刚刚好。OK， 我先把我的 Speedmaster 脱下来，我的 Speedmaster 也是38.5，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两个表的大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OK， 所以其实我戴这个表，我觉得是还蛮好看、蛮舒服，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然后穹顶式的整个箱型玻璃。在光线的那种闪耀之下，我觉得是很有当年老味道的那个 vibe， 而且它也用了这种按压式的表扣，那戴起来非常顺手。我知道大家很常吐槽，就是我也会吐槽，就是 Seiko 很常用这种 pressed clasp， 但是我实际上觉得，就是以这个价位来讲，其实还蛮合理的，毕竟才1万出头，我觉得表带大家就不要太苛求精工。那说真的，我买表不是在比规格，我真的在比的是哪一只表能够打动。就像我知道新的3861很漂亮，但是我就是喜欢，当初那个 Speedmaster Reduce 的38.5的这个大小的，然后我用的这个也是用 Harlex 的这个硬的这个亚克力。OK， 我就觉得这种的味道是很棒的。
OK， 那当然有人要硬去说他像 Paul Newman 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其实蛮不公平的，因为60年代只是刚好 Paul Newman 带着 Daytona 去拿了比赛 ，OK， 或者是他比较，你们知道了 Rolex 基本上有70%的钱是拿去砸广告的嘛？其实一直以来 Omega 的制造成本都是远远高过于 Rolex， 这个我必须要实话实说。但是 Rolex 没办法，他就是一个行销白痴啊，他就不知道怎么行销，所以他的表就算你花再多的成本，没有人看得到，对吧？他没有人看得到，所以今天劳力士为什么人家二手价格这么坚挺？没办法 ，Rolex 人家会行销 ，Omega 你们太烂了 ，You guys suck at it，OK， 你们太糟糕了。好，那说回来吧，我刚刚讲说这个买表不是在比规格啦，我主要是看哪一个表真的能够去很明确的让我去觉得很感动。OK， 那这个表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黑的盘面，然后3个白色的这个米白色的这个复眼，其实这样就已经很有味道了。再加上 tachymeter 的测速圈，虽然我根本用不到，但是它就是那个时代的赛车表的语言。它就是那一个年代的符号，这也是它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好了，在开始聊细节之前呢，老样子，欢迎来到烂神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便点个赞。还有广告跳出来的时候，帮吉米多看个10秒钟。这些小动作对小编跟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支持啊！吉米在这边跟大家感谢一鞠躬。OK， 今天我会分成7个段落，从设计亮点、机芯、价格、市场。还有我去找了一些 Reddit 的表友的一些心得，给大家在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结论，好吧？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要理解这个表应该说 Seiko 推出这个 SSB 479为什么突然出，它为什么又能打动我？我们得从 Seiko 计时码表的历史开始讲起。这个表非常非常的新，我记得应该是8月多才出的。那它还有出一个好像是蓝色版跟一个绿色版，但是偏偏那2个都不是我喜欢的颜色，我就是喜欢黑灰白。OK， 我最后选择了这只表。OK， 那我们讲回它计时码表的一个历史。1969年 Seiko 推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码表之一的6139，它不光只是一只手表，那也是人类登上太空的证明。因为这个宇航员这个 William Pogo，他就带着他上了天空。那个时候 Seiko 已经把它展现出他把功能跟设计结合的能力了。那当然到了70年代 Seiko 引起了这个石英革命，那 Seiko 又是走在前面推出石英的计时码表。那这也意味着就是一般的人可以用更平实、平惠、优惠、实惠的价格去体验到计时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也不再只是瑞士表专属。那就是这一种很民主化的理念，最后奠定了这个 Seiko 在计时码表的文化基础。再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近年来的 Speed Timer 系列。我相信很多人对 Speed Timer 的这个熊猫盘 SSC 911啊，或者是冰蓝熊猫 SSC 935，还有这个蓝圈黑面的 SSC 939都很熟悉，因为这些表的话题度我知道非常的高。但老实讲，我个人对他们的感觉是有太刻意。就是不管是按把的设计，整个的比例，我觉得它虽然2万多块，但是它都给我一种浓烈的廉价感。对不起，我这个不是批评，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就是我觉得它硬要抓着我们大家知道那个 Daytona 嘛，那自从它出了新款的第二代之后，第2代陶瓷圈之后，做了微幅的升级，然后一只表40万的被炒到100万。OK，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 Seiko 开始乘胜追击，推出了 Speed Timer 系列的911、935、939，OK 一大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很刻意的塞进去很多赛车的元素，然后价格也就是2万多，就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用我去买那个表的动力对比起我现在手上这一只 SSB 479 1万出头，我真的觉得这只479更具有价值，更符合我。而且 Seiko 非常聪明的是，479它并没有走拼规格的路线。第一个，它没有蓝宝石，就是 Harlex， 就是亚克力了。它也没有200米防水，它只有50米。然后它的表扣也不是 Milled Clasp，
就是它不是那个 CNC 的 clasp， 它就只有 pressed， 然后是简单的这种，就是大家通常都会觉得是缺点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真正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表的设计跟比例。我们把它放在很经典的这个放在很经典的这个表旁边，您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就是一个是 Omega Speedmaster Reduce 1988年推出的老表，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类似321的一个扁平的3节式链带，中间拉丝，两边抛光。那对比上现在2025年8月最新推出的 SSB 479，你会发现那种味道真的是，其实真的已经做得很棒了。更不要讲它的表带，其实我觉得表现上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好。OK， 那我觉得对于注重 vintage vibe 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只表比一堆满满规格却没有真正的灵魂的那些表更吸引我。所以我会说这只表它是一个氛围表，你不戴上去，你戴上去会觉得，就是你单看它，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普通，可是你戴上去，你就会真正明白这表还蛮有魅力的。它整个设计可以说就是它这只表最大的竞争武器。我先讲表盘，黑色的主盘搭上3眼的小盘，布局上是对称，完全没有任何的压迫感。那小盘的刻度跟指针也做得非常的清楚，读秒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读取上不会有混乱。那我觉得这就是 Seiko 它有坚持把细节做到位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点它是有做到的。那60年代的赛车手呢，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会抬手看表，那用测速计时圈大概去抓一个他现在速度的一个，那是一种文化的画面。即便就算他今天就是装置性多过于它的功能性，但我觉得它依然能够唤起那一段历史氛围。那镜面下用的是这个 Harlex 的强化玻璃，那重点是它是箱型的穹顶式的设计，光线照射下会让边缘微微产生视觉上的变形，在不同的角度表面上看起来会更有深度。那这也是我会这么喜欢它的原因。尺寸上 38.7， 我觉得在复古计时码表里面来讲真的是太棒了。不像3861、42，我觉得那个表就很大，但它因为它是 professional， 它必须要有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规格 spec。OK， 那再来讲这个表带，我本来以为1万多块的 Seiko 会给很廉价感的表带，但到我真正刚刚我开这个表，这现在就是我第一手的感觉，我发觉它的精致度不错，中间2个这个抛光，然后左右两边2个抛光，然后135用的是这个法丝纹，我觉得其实实际上这个表带的质感真的还不错。那小缺点是它的这个表扣如果可以再做更好一点会更加分，但是不过 anyway， 因为我已经从这个 Foreigner 订了专属于它的那个表带，所以你们等着我下一集我会来做它跟表带的合体吧。简单来讲，平衡、复古、耐看，一点也不浮夸，不炫技。我觉得戴在手上给我一种我越看越喜欢的那种感觉。这个摸起来也很爽。它这个穹顶做的比这个 Omega 还要夸张很多。OK， 那这一只表搭载的是 Caliber 的 8T63 的石英机芯。那这个机芯其实很有名，因为它用在蛮多的 Seiko 的入门的石英计时码表上面，就是它很稳定。那基本上每个月误差在正负15秒，对于日常来说其实就是已经准到不行了嘛，没有什么日误差，就是月误差。那它的厚度只有 12.5， 戴起来非常舒适，而且里面我这样子目测的感觉，大概光这个 Harlex 的这个强化玻璃就已经有4个 mil 的厚度。那防水是50米，日常生活绝对够用。老实说我也不会拿它去游泳啊，游泳谁会戴手表，对吧？ SSB 479在市场的定位其实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它就是一只复古风十足很平价的计时码表。那它的价位大概就在$400不到，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万出头。那拿这个价格来买这么一只设计到位的 Seiko， 我真的是觉得是相当的划算。你对比一下我刚刚讲到的那些 Speedtimer 系列，动辄2万多块，规格好像升级上去，但是整体的设计氛围我就是觉得不对我的胃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一看到479的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立刻就去跟店家订了，而我没有兴趣去花2万多块买911、935或939。市场上啊，很多同价位的竞争者可能会给到蓝宝石镜面、200米防水，然后 CNC Milled Clasp， 但问题是他们给不了这样子的灵魂，至少目前来讲我没有看到，至少我在8月我才看到了它。我觉得这只表适合几类人，第一个是像我一样喜欢复古风的这个 vibe 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氛围感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日常佩戴这个大小也不卡手卡袖，也不影响通勤，戴起来非常舒服。然后再来一个是我觉得预算有限，想要体验经典设计，我认为这只表可以体验到当年60年代非常多的元素，表壳、表耳、暗把、3眼，以及这个穹顶式的这个箱型水晶，这个强化玻璃。我觉得一只表1万块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一些，我认为 CP 值非常的高。再来一个是对审美要求很高的，像我觉得我对 SSC 系列，我是觉得它的外形就是出现了一种设计的廉价感，这是我的感觉。但是479就刚好满足了我的品味，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SSC 真的有这么的糟糕，我觉得各花入各眼。那也许你不同意我说的，但是我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有一些人的房子我40坪装潢1500万，但是你进去看，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装潢1500万？结果反而去看一个20坪的无印小宅，你就觉得这房子好舒服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样子，设计就是各花入各眼。如果一个我之前讲过，就是如果一个设计它设计出来的是所有人都好喜欢，那我就告诉你们，这一定是一个不好的设计，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设计。这就是我对于设计的一些我自己的解读啦。那再来就是喜欢 Seiko 的品牌文化的，也很适合这只表，因为它完全继承了就是 Seiko 70年代的那个10音的计时码表的精神，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的难得的。总结来说，我认为479是一只很特别的表，它不是规格的顶尖者，但它是一只能够让你戴上去就会爱上的表，那种很棒的复古味道，我觉得真的让我很心动。那 38.7 的尺寸，箱型玻璃的光影，3眼面盘的平衡感，刚好全部都长在我的审美上面。那有些人一定会说它只有这个 Harlex 50米的防水，还用压扣的这个半压式的这种表带扣，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买表从来就不是买规格，我买的是我跟这个表有没有心动的感觉。那这一只表，我从看到它推出的这个新闻，我就发现就是它。我那时候还很仔细去 Seiko 网站看了一遍，就是这一只是不是8万多的那一只。然后当我真的回去看了这个型号之后，发现我靠，它真的定价是15000真的一点开玩笑都没有天哪！之前 SSC 那些表在做什么？你们设计师到底在干什么？我知道那个表卖很好 ，OK， 我们不吵这个，对不起。OK，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看重那个气氛多过冷冰冰的那些数据功能，那相信我 ，SSB 479真的很值得你们考虑。OK， 最后Jimmy再次提醒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看到广告的时候，帮我多看10秒钟，给我和脚边一点点支持。Anyway， 不管什么样的手表，你们会发现88年、2025年，整整经过了37年。其实流行或者是美感，它是会轮回的。OK， 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他们曾经创造历史，而 Seiko 在创造的是未来。但是他们用的都是同样的对于物体、对于事物、对于设计的坚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Jimmy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健康，玩得开心。那戴手表，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的态度、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OK， 我是烂手人设计师Jimmy，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拜拜。